交世间知己，有网络同好，既魔安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教记。2022年的开年呢，确实呢有一些模型荒，不论是因为疫情，还是因为产品线的产能问题，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。总之呢，毕设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并没有给出我们什么惊艳的答卷。毕竟去年的开年呢，还有一台让众人欢呼的RG疾风号，以及余热依然烫手的 PGU 和卡本的掉毛。而今年呢，除了一台回锅肉版的RG大魔以外，就没有然后了。哦，不对，有然后，然后就是一堆发布会发布了一堆要公布的新品图片，让全球的胶佬们高潮迭起以后，又进入了索然无味的空虚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等下半年吧。不过呢，也正好趁着近期的模型荒，我还确实沉下心来看了看以前发售的一些老模型，其中呢就有之前一直想入手但被各种新品挡路的一些喜欢的模型，比如再版水产、爱尔兰战蟹，也比如 HJ 的 GTO 扎古。也比如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一台闪光的不孝子中的梅萨。虽然说我主要的系列呢是1:100的系列，但自从开始玩了RG以后呢，也就陆陆续续收了几台 HJ 的模型，比如之前的海特斯雷阿尔拉。而今年呢，也确实计划着补完一些自己喜欢的机体，等将来到手了呢，再给大家分享。好，我们回到这款梅萨，先说说整体印象吧。我购入的是梅萨的 PB 网线的 F02，一个字。盒子大，零件大，拼装之后的体积也大。说到盒子的尺寸呢，我们拿出 MG 的卡板掉毛的盒子来对比一下，除了厚度略微逊色一些以外呢，外尺寸几乎是一样的。而成品体积呢，我们就拿来了一个1:144的扎古和同比例的RG海牛来对比一下，就能知道其机体的具体大小了。而这种平方面积立方体积呢，也就是源于了重甲和高机动的内卷结果，以至于安纳海姆的技术在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呢，也就转向了小型化 MS 开发的原因了。毕竟又要重甲又要高机动性的结果，就是体积越做越大，成本控制方面呢，也就成了问题。好了，扯歪了。在这里呢，我说一个小小的惊喜点，就是我在拼装的时候呢，发现小腿外甲这里呢，竟然给出了一个隐藏的水口设计。作为 HJ 系列能给出这样的设计，相当于吃了一屉包子吃出100块钱的感觉，中奖了。而拼装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这款梅萨的细节和分色。细节方面呢，大部分采用的是零件分色，但说到底也毕竟是 HJ。虽然这2年的 HJ 分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但是梅萨呢，依然还是给出了一小张补色贴纸。当然啊，我没贴，其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第一效果一般，第二之后的喷涂的话还得一块一块的撕下来，麻烦。好，咱们接下来来详细唠一唠可动性。因为作为 HJ 来说呢，虽然并没有像 RG 或者 MG 那样优秀的可动，但是呢，横向对比的话依然是不错的。当然，在这里呢，同好们不要跟我说什么 HJ 高达的可动，高达那种细胳膊细腿，可动性方面优秀，我觉得是应该的。但是类似于像梅萨这样粗壮的机体，在 HJ 系列能达到这样的可动，也算是中上等了。头部的可动性呢，低头和抬头几乎是没有的，可以忽略不计。而左右的转动幅度呢也不大，主要是下巴这里被胸甲的凹槽所阻挡了。胸部的左右转动呢也是左右将近30度的样子，一般，很一般。但是后背的背包喷口呢，可动幅度倒是挺不错的，而且这对地罩杯的外甲上下也给出了不小的可动，可以解锁喷口更大的可动空间。双臂的可动呢就比较常规了，比如说大臂的360度转动啊，90度的平举啊，或者包括大臂根部的旋转啊，都是给出来了的。而小臂的曲肘的范围呢，可以达到优秀的180度，提出表扬。至于手掌嘛，可动就不用想了，前面给到位就别想有什么全可动手。按照毕设抠搜的一贯尿性，这个级别能给出这种3种造型手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便宜货嘛，将就一下。腰部的裙甲的可动呢，我觉得一般。比如前裙甲虽然可动幅度给出的不大，但是人家有，你就说不出啥来。后裙甲呢给出了一个双动关节的可动设计，但是你要说有多优秀嘛，我觉得也就那样。而且呢还容易松脱。毕竟这个双动关节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实现后裙甲的展开样式，对于解锁腿部的可动是没有什么帮助的。便宜货嘛，将就一下。至于腿部的可动性方面呢，相对就比较弱了，什么跟关节解锁呀、膝部的联动啊，就别想了。腿部的前抬呢，基本上也就是70-80度的样子，就被前裙甲所阻挡了。后踢呢，大概是30度左右吧。毕竟后裙甲的可动就那么一点点，其实就已经可以想象到后腿踢腿的幅度了。
膝盖这里呢，虽然是一个双动关节的设计，但是由于小腿后侧外甲的干涉，导致了屈膝的幅度并不是很理想。但第一毕竟是 HJ， 第二这么大的体块的小腿也就忍了，可以理解。便宜货买，将就一下。最后呢，就是脚部的可动了，依然不会像 MG 或者 RG 上给出那样的多段可动设计，一块大脚板而已。但是左右的接地呢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武器方面就是一把枪、一个盾牌和2柄光束军刀了，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。只是这个盾牌对于左臂的可动会产生一些干涉，对于把玩来说不是很友好。好，放到最后呢，我来重点说说给我最惊喜的可动，就是这胸部的两侧部分和弯腰了。首先呢是胸部的两侧，上下和前后都给出了比较不错的可动范围，甚至比很多 MG 或者 RG 都不差。而让我最感到欣喜的呢，就是这款 HJ 的弯腰幅度是非常可观的，而且还做到了龙虾背这样的设计。当然呢，这也是发售的这3部机体的一大卖点。相比很多腰部可动性很强的模型，比如阿基牛来说，在美观度上已经算是起飞了。唯一的槽点就是第一段关节比较松罢了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这款 HJ 的梅萨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。从闪光灯不孝子中一出场就震撼了我。虽然呢出了3款配色，但 F01、F02 的2个型号除了小腿的造型不同以外，就只是换色和头部的天线问题了。其实呢，买哪个型号都能有相似的体验。主要是看同好们自己对外观的选择了，但是价格的差距就，好吧。如果从价格来看，我个人还是推荐通贩的。好了，本期的教技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可以呢，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一键3连，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。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机体评测，我是评测员 D，我们下期再见。